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某天的鱿鱼小屋。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想给大家聊一下，就是被人问过最多的一个问题。我估计从我们开店到现在这2年多的时间，得有不下上千人评论或者弹幕问过或质疑过这些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做到现在了还会有你们这种店的存在？我自己买一个放在家里玩，它不香吗？为什么要来你们这里玩？我在你们这儿玩几十上百小时的钱，我都可以买一台游戏主机了，为什么要到你们这里来玩？等等等等之类的问题。直到我的上一条视频呢，我看评论还是一直有人在问这个问题。那今天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说一说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理解。先说一下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人来玩？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面玩？其实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过于简单了，认为玩才是重点。其实在玩之外呢，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。咱今天先不聊那些家里面没有主机的，咱们就是聊的比较深层一点，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家里有主机却不回家里面玩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估计现在肯定会有人能说出来一些原因，其实大家说的可能都对，但是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别人给忽视的一个点。在聊电玩店之前呢，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，就是在咖啡店坐着喝咖啡的人，难道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喝那一杯咖啡吗？还是说他们除了喝咖啡之外有其他的一些需求？我不知道大家这2年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们身边的集合店越来越多了。打个比方，就是书店里面喝咖啡，然后花店里面搞酒吧，饭店里面都已经弄上 KTV 了，到以后可能电玩店里都可以做足疗了。就是这种把多类目集合的这种店，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打造更多元化的第三空间。什么叫第三空间？第三空间其实就是除了你家里和你学习工作的地方之外，可以休闲娱乐放松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做第三空间了，那咱们再聊回电玩店。有的人家里面或者学校里面，他们确实是有主机的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花钱出来玩呢？有没有可能他们需要的不单单只是这个主机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。打个比方，就是你和你的相亲对象刚见面，你感觉非常满意，你想想你们要去干点啥才能彰显你自己很厉害，才能促进感情？你可能会想到玩游戏，你这时候你总不能说走，我带你去我家玩游戏吧，这不就尬住了？这个时候你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个不那么私密的地方。还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跟朋友一块玩游戏，虽然你家里有，但是你可能跟父母住一块，这个时候你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自在的地方。还有可能就是你已经自己住了，但是你可能比较怕麻烦，你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不需要你们自己收拾，而且深夜不扰民的地方。还有的人就是可能刚结完婚有了孩子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偶尔能完全放松的地方。还有的人可能工作压力很大，领导 PUA， 父母 CPU 的，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能让你去放松，能让你去倾诉，让你舒服的这么一个地方，都不是单单只是关于那一个主机的原因。像这种例子还有太多太多了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空间和需要这个空间里面的人。当时狂飙最火的时候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有一对情侣，他们每次来了只看狂飙，别的游戏他们从来不玩。然后还有的顾客拿着笔记本跟我们要一个包间，他们办公需要用到电视，这些其实大家都不可能想到我们这里会有这种顾客。还有的顾客呢来了点杯饮料，大家一块聊聊天，讨论一下游戏。其实我们店现在这种模式在我看来收的更像是租金，就是已经不再是之前那种老的包机房那种模式了。就是现在集合店为什么那么火，就是它满足了大家更多的一些需求，我们也一样。我猜这个时候肯定会有杠精说啊，你说这些需求我都没有。肯定有。其实我想说的呢，除了生老病死之外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生意它的受众会是所有人。你感觉你没有这些需求，那你就在家里自己玩。我需要做的呢，就是服务好有这些需求的顾客，就这么简单。我都说到这儿了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？但是按照我现在的发展来看呢，我感觉像我们这种店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我当初刚开店的时候，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就让大家在茶余饭后有个可以玩游戏的地方，然后让那些没有接触过主机游戏的人，让他们感受一下主机游戏的乐趣。但是按照我这些年的一个发展跟经历的一些事儿呢，我感觉能不能把这种店打造成一个类似城市客厅的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是让主机玩家有一个能线下沟通
交流的地方，不仅仅只存在于线上。主机游戏这2-3年发展的确实是很不错，但说实话还是太小众了。本身玩的人就没有多少，更不用说可以让你去线下沟通交流的地方了。而我想做的呢，就是做着第一个去试一试，我照着肯定会很难，因为我当时买了几个便携屏，想大家一块组队玩个喷人战士，到目前为止我一次都没有用上过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我能证明这个模式可以成功的话，就会有很多其他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去效仿，因为我是很乐意去见到这种店越多越好的。希望就是到以后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，他们讨论的是我找到了几只雅哈哈，我开局选了杰尼龟，我点52玩的贼溜，而不是那些粗制滥造的游戏。最后希望主机游戏在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好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